嘿嘿，鞋儿破，帽儿破，身上的袈裟破。你笑我，他笑我，一把扇儿破。南宋初年2月初2，济公活佛来自天台。好荡妇济世酒香满，嬉笑怒骂敌视为开破。鞋那一破，马破绽，扬善除恶，百姓拥戴。佛在心中，天地为怀，佛法无边，普照沧海。无牵无挂呀，无忧愁，无是无非呀，度春秋。蓝马鞋踏平川，旧衣裳赛绸缎。也会唱，也会歌，也会刚，也会柔，快快乐乐笑王后，快快乐乐笑王后。谁把明月挂枝头？谁让春风吹不休？是谁让阳光在人间走？是谁让爱常在心中？佛在胸中起高楼，滔滔江水入河流。观自在，看深情的自由，遍体鲜花绽放在心头。善哉善哉。施主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阿弥陀佛，回见。和尚，你别想跑！你跑，你干嘛？这就叫人咬狗，哈哈哈哈！我追！注点意，等会儿靠们的和尚，我们一起拉，听见没有？想跟姑奶奶打，我早就说过，你不是找死吗？今儿啊，给你长长记性。少元哥，没事吧？少元哥，人呢？哎，是你呀！我认识你，新郎官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是不是你媳妇要捉你回去啊？对，你放心，有本姑娘在，她抓不着你。她来了。又是你这不要脸的小婆娘！哎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哎，她要抓我，带她走。放心，保护她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哥，带走，保护她。哎呀，走！你骗我！你不是说要保护我吗？啊！你把我绑成这个样子，什么意思？走！你们要带我去哪儿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啊？朱大人差遣到了，你就知道了。你去那干什么呀？哪儿那么多废话？走，远不远啊？快走！少废话，走！下官在这里祝贺相爷，恭喜相爷！恭喜什么呀？啊！
恭喜本相爷没有找到一个家庙的和尚，祝贺本相爷要把你朱大祥削职为民吗？相爷取笑下官了。下官在这里要恭喜相爷，真是有先见之明啊！这么是金子是银子的试了一试，要不然这样一个和尚主持相爷的家庙，那可真是锡团子冒充银锭子，是又冲眼儿又戳心呐！幸亏呀，幸亏呀！不过那也好啊。也好啊，好什么呀？那个什么智远和尚，可是你给相爷拿乌纱帽给担保下来的。回夫人，这不是下官又要祝贺相爷了吗？祝贺什么？夫人想想啊，那下官担保的智远和尚，那么有能耐，那么有本事，还斗不过灵隐寺一个未出家的弟子，那说明什么呀？蠢货，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他没用。回公子，那说明啊，这个没出家的和尚才是真正的高僧。那是丢了一个，又是出了一个，是沉下去一个，他又是冒出来一个。下官在这里恭贺相爷啊！如果把那个能斗败智远大和尚的小和尚请来，往相爷家庙里一坐，那木鱼儿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么一敲，那还不敲出个满屋金光，敲出一个福寿安康，敲出相爷一个万世流芳。好，此言甚得我意。相爷的意思？你怎么那么笨，夸你都听不出来呀？谢相爷夸奖，谢相爷夸奖。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将那小和尚担保过来？回夫人，俗话说得好啊，知道尿炕他不早就睡筛子了吗？那不是不知道吗？要说下官有这么一点愚蠢，那这点愚蠢就是不知道世上还有这么高明的和尚。好，那个小和尚现在在哪里呀？下官已经差人去灵隐寺请他了。好，老夫和你一起去看看。走了那么久，休息一会儿好不好？快点，走！哎呀，你们不累我累啊啊！跟上啊，快点，快点，走走！哎，不走。婆婆，你为什么哭啊？别那么伤心，有什么事告诉我。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。出家人当以慈悲为怀，你还慈悲为怀呢？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了，你知道吗？慈悲为怀，有这点心思，你慈悲你自己吧。渡己就是渡人，渡人往往就是渡自己。等我有时间再跟你聊，你先等一下啊。婆婆，别哭啊，有什么事告诉我，说不定贫僧可以帮助你啊。哟，还帮别人呢，自己绑着还帮别人。嘘，婆婆你说啊。谢小和尚关心你呀，帮不了我。我哭的是这天上的太阳。什么？哭太阳？有人会哭太阳？这天晴了，这天怎么又晴了呢？你说这天晴多让人心酸，这天为什么会晴？你说这太阳，哎呦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世界上哭的事可多了去了，为这哭为那哭，五花八门的，你帮得上吗？人家为着晴天哭，为着太阳哭，你帮得了吗？你能把这太阳变没喽？你能把这晴天变成雨天？走吧，走！我走，快走！
看什么看？快走！走。快走，快走！别推我，走！怎么下雨了啊？下雨了！喂，下雨了！下雨了！下雨了，好，下雨了，婆婆就不哭了。老天还是有好生之德。阿弥陀佛！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是你的慈悲心肠让老天爷这样的。现在是6月的天儿，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啊，是不是？就是嘛。走。走，可是确实下雨了呀！快走！走，喂。婆婆，您怎么又跑这儿来了？您干嘛还哭啊？我这个老婆婆呀，哭的是这场雨。你说这好端端的天，怎么会下起雨了呢？婆婆，您刚才为天哭，是因为天晴出太阳。那现在下雨了，您不应该哭才对啊。喂，我说你这个傻和尚啊，你真是少见多怪。这世上就有这些人，这些人呐，这也闹那也闹，这也哭那也哭。哎，像这样的人，这就是天生的哭婆啊，是不是？你别这么说。不是每个人你都帮得了的。收起你这副菩萨心肠吧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我这人看不得别人哭，行不行？我舅舅对我说，我从生下来就没哭过，所以我的小名叫喜娃。嘿，我说今天怎么这么热闹呢？原来喜娃碰到哭婆了，是不是？笑什么笑？哎，跟你说话呢，待会儿有你哭的地方。一会儿到了衙门见了老爷，我看你不哭才怪呢。婆婆，别婆婆啦，走。婆婆，您别伤心了，婆婆。走，快点走，快走。这道济刚刚出家就闹出这么多的事情，师兄受伤，女施主打上山门，现在又来个官府捉拿，这以后又不知闹出什么事情来呀！以前的已经过去了，以后的还没有发生。要紧的是，不知他现在在何处，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这佛门本是清净之地呀。师弟的抱怨，难道不也是平添了无谓的烦恼？师兄，你就护着他吧。走。相爷，您慢点啊！哎呀，就是他，松绑啊！赶紧松绑啊！谁叫你们把他给捆起来的？啊！松绑！对不起啊！相爷，这位小师傅呢，就是斗败致远大和尚的小师傅。哎呀，幼小师傅，你这头一剃呀，比没剃之前精神多了。是吗？那朱大人是不是也想精神啊？小师傅真会开玩笑啊，他真会开玩笑啊。就是他呀！老话说得好啊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啊。就凭他这个小小的年纪，爹，
在市场上挑牲口，得看看这耳毛，还有这牙口。牙口要嚼得少，价钱可大着呢。真的对，看几位大人的神情，像是在密谋一件什么买卖啊？哎呀，小师傅啊，常言说得好啊，时来运转，点铁成金呐。小师傅一到了相爷家里，那就好比是鲤鱼跳进了龙门呢。小师傅啊，下官可没有说你不是东西的意思啊。但是经过下官这么一点拨呀，你就成了东西了，对不对？凡大德之相，必以谦恭示人。小和尚年方几何？俗家何处啊？小和尚几岁拜佛？师承哪位宗师？小和尚，坐禅几时？所诵何经啊？你，哼，小和尚，就算你是年少广学的高僧，那本相倒想问你一句：何为傲慢？这个问题你不该问，我告诉你，你也未必明白。你是谁啊？我凭什么要教你？你大胆！奉坐。快！相爷。奉茶。小和尚不是想知道老夫是什么人吗？老夫告诉你，我是当朝丞相。还不赶紧给相爷跪拜呀！贫僧道济见过施主。小和尚，今天算你长了见识了吧？施主今天也长了知识。此话怎讲？嘿嘿，施主刚才不是问贫僧什么是傲慢？施主现在的样子就是傲慢。既然施主你已经知道什么是傲慢了，那是不是长了知识了？我说错了吗？我没说错呀。相爷呀，你看这小师傅是不是不同一般呐？小和尚，佛家讲究点化众生，你能以什么来点化老夫啊？贫僧点化众生有一不二法门，说来听听。轻易不用。呵呵，还保密。好吧，朱大人，借过。请。好，说说。怎么了？我这是佛门禅宗点化法门中的一招，叫当头棒喝。你是存心捉弄老夫？相爷问你话呢，你倒是听见了没有啊？我听见了，那边山上的哭声还在。你听见了吗？哪有哭声啊？哭声在哪儿啊？你再仔细听听。听不到。各位施主，你们听见那边山上有哭声吗？有。啊，你还是听不见吗？啊，我还是听不到。奇怪，朱大人你是官儿啊，官儿怎么就听不见哭声呢？是官儿从来就听不见哭声，还是官爷听到的哭声，他就认为它不是哭声？听见没有？听见那哭声又怎么样啊？那哭声跟你有什么关系呀？多管闲事！
那相爷的话你听到了没有？没有。因为我从小就特别讨厌哭声，无论我在哪儿听到哭声，我就浑身起麻，心里难受。那听到了又怎么样？干脆听到了就假装没听到。你还有这个本事呢？那当然了，我们当官的都有这本事。我告诉你吧，我们当官的这哭那哭，我们听多了，都烦死人了。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听，就是听见了也装着听不见。眼不见为净，干净的净；耳不听为净，清净的净。好境界，承蒙夸奖，承蒙夸奖。可是哭往往是疾苦啊。哼，小和尚能有惜苦怜心，倒也难得。只可惜你一个出家人，纵有慈悲之心，却未必有扶困之能啊。那倒未必。你一没官，二没权，然后你又没银子，又没钱粮，你能帮人什么呀？是啊，有帮苦之心，就有帮苦之力。好啊，那不妨我们去看看。走，走，走，走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！你干什么哭啊你？喂，你对别人态度好一点。婆婆，为什么每次见到你都是在哭啊？究竟是什么事情让你这么伤心啊？我呀，还不是为我的2个女儿。你有2个女儿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婆婆，来跟我说说怎么回事。我呀，有2个女婿。一个呢是靠卖布鞋为生，一个呢是靠卖雨伞为生。天晴的时候就是晴天，我那卖雨伞女婿的伞就卖不出去了，我能不为他着急，为他伤心吗？等到下雨的时候，也就是雨天，我那卖布鞋的女婿的生意呀，可就惨了，他的鞋卖不出去啊，我也得为他着急，为他难过。你说我能不难过，能不哭吗？哎呦，小民百姓！哎呀，我还以为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。哭婆，你以为那眼泪也能挣钱吗？你，这就叫庸人自扰，徒添烦恼。晴天哭，雨天你也哭。小师傅，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满肚子善心，怕也无能为力吧？你总不能叫这天既下雨又出太阳吧？是啊，那不成了太阳雨太阳了吗？婆婆在上，我小和尚有一句话，不知道当说不当说。其实呢，这个世上很多事情，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去想，往好处想。像刚才婆婆说的，天晴了，卖雨伞的女婿没钱挣了；下雨了，卖布鞋的女婿没钱挣了。这些其实都是往坏处去想，我们可以往好处想试试啊。我还能怎么想？天晴了，卖雨伞的女婿生意是没了，可是卖布鞋的女婿生意就来了。女婿可以挣钱，婆婆应该开心才对呀。如果下雨了，下雨不要紧，下雨卖布鞋的女婿生意是没了，可是卖雨伞的女婿生意又来了。婆婆，所以说不管下雨还是天晴，你都应该开心才对。是这个道理啊。对呀。对，晴天是我大女婿的，雨天是我小女婿的，管他晴天雨天，都是我女婿，都是我女婿，都是我女婿。平民无权，能以一言济世，就是无印的倾向。阿弥陀佛。平民无权，能以一言济世，就是无印的倾向。这哭婆婆不是凡人。哎，是啊是啊，那可是祥瑞之相啊！相爷鸿福齐天，一出门啊就看见有个祥瑞之相。下官这次陪相爷出来，这算是没白跑啊！朱大人，我，你是在向相爷讨赏吧？
如果不嫌弃，贫僧有几句话可以奉劝给你。哎，那小师傅请讲啊。官员有品，却只知献媚求宠，那就是带了爵位的乞丐。你，小师傅，本相爷看你才思敏捷，悟性高超，何不另投高门，别立门派？说不定你也可以成为一代宗师啊！不可不可，相爷，贫僧我才刚刚出家，刚刚认识，刚刚剃度，我的蒲团还没有做热，木鱼还没有敲熟，这样不行。况且贫僧觉得我跟相爷你没有缘分。缘分来了。本相爷现在就要在府内修一座家庙，正好缺一名当家的和尚。是吗？这是相爷看上你了，这可是1000年难遇的好机会呀，还不赶紧谢过相爷呀！相爷，你家真有那么气派吗？贫僧我听过最厉害的就是私家花园，还没有听说过私家家庙的呢。你不睁大眼睛看看，这是相爷，在咱们大宋朝啊，除了皇上就是相爷尊贵啦。相爷，那你修家庙干什么？你要我们这些和尚干什么啊？这还不简单吗？只要有这么一些人呐，烧香磕头念经，以求福求财求平安，求老天爷保佑啊！那保佑你什么呀？保佑保佑咱们相爷步步高升啊！别推了，别推了，我自己过去。相爷，据贫僧所知，丞相再往上，那就应该是皇上了。他想当皇上？当然，咱们相爷呢，现在是在1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那当然呢，得祈求点别的，就是祈福而已。我明白了，不过这件事倒让我想起一个人，一件事。什么人？我舅舅。什么事？有一天我舅舅的烟嘴在屋里丢了，他让我去找，结果我就到屋外给他找。屋里丢的东西怎么能到屋外去找啊？我舅舅也这么说我，但屋外有光啊，我可以去借光啊。你再借光，再光亮也没有用，因为你的烟嘴丢在了屋里。嘿嘿，我舅舅当时说我的神情跟你是一模一样，所以这件事让我明白一个道理：在哪儿丢的东西就应该去哪儿找。太幼稚了，幼稚是吧？所以我就想，福在内心，福在修为，福在自己，福在自己的所作所为，让别人替自己求福，那你们俩岂不比我还幼稚？阿弥陀佛。听小和尚的意思，似乎对相爷的家庙不感兴趣。朱大人，对不起啊！大胆！朱大人，你不要生气，相爷你也不要生气。其实贫僧不去是因为第一，贫僧我生性散淡，我是受不了你家中那些规矩。第二，相爷，如果你真的要求福的话，你只要记住贫僧的4个字就足以了。哪4个字？相爷家那么气派，那你家就一定有。来人了！带他回相府。是，带小和尚回府，请走。好了，一人拿1本，拿呀，拿。你76页第8行第3个字，相爷65页第16行第11个字，公子46页第8行第13个字，我呢？96页第8行第7个字，是，开始吧。
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好，念出来。德行，善积德行，善积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相爷跟朱大人的书对换一下，然后由田管家那边开始念，再来一遍。我念念积德行，善积德，行，善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们还不知道什么意思？哦，你们真是无药可救了。这样吧，再念100遍，再念100遍后你就知道贫僧的意思了。好了，贫僧告辞，阿弥陀佛。念100遍呢？念积德行，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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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积行，善德行，善积德善积德善积德善积行，善行，善行，善德行，善。相爷，相爷，我明白了。那和尚的意思我明白了。要想祈福啊，无需家庙，无需那当家的和尚，只要积德行善就好了。积德行善呐！去你的吧你！和尚。刚要开窍，又被打回来了。师傅，你说人为什么有好有坏啊？何谓好坏呀？小偷啊！那天我在街上抓到一个偷别人东西的小偷，抓到他之后，我就狠狠地罚了他。今天罚，明天还去偷，那我就明天接着罚他。你喝酒，老衲罚你，你能戒掉吗？所以说，罚怎么能罚得住啊？那怎么办啊？收拾好鱼竿，今晚到我的禅房来，不许睡觉。哦，钓了半天也没钓到一条。哎，你这哪是钓鱼，你这是喂鱼呢？师傅，师傅。师傅，你这哪是在开导我呀？你明明就是让我在受罪。哎，行啊你。哎呦！不，算你厉害。听不见。
下10文给老衲明天买盐吃，剩下的拿走吧。我拿了老衲的钱也不道声谢吗？谢谢大师。快动，快！哎，师傅，师傅，你看谁来了？你看啊！老和尚，你看清楚了啊！小偷我给你抓来了，这个是你丢的钱。这钱是老衲奉送给他的，他收了老衲的钱，还道了谢，所以说他不是偷。人放了吧？放了，放了，放了。哎，师傅，这钱你不能给他，你这是助偷为盗啊！阿弥陀佛，给他，让他走吧。凭什么呀？对呀，大师，这钱我不能再要了，我要再要，我就不是人了。大师，请收我为徒吧，我以后再也不干这缺德的事儿了，我要一心向善。阿弥陀佛。师傅，弟子正好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那天您是指了一偷，渡了一人，可天下这么大，人人都不同，那每个人都适合这个方法吗？为什么不同？什么人人不同？好好扫地吧，要一下一下的扫。哎呀，哪有卖酒的呀？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和尚，你也喝酒啊？对啊，我也喝酒。过来，蹲下。干嘛？告诉你啊，要想在我们这里喝酒，你要知道我们这店里啊，可是有一个规矩。什么规矩啊？就是呢，这酒分3等啊，上等酒玉壶村，50个钱1两；中等酒冰湖村，30个钱1两；下等酒呢，妙湖村，20个钱1两。你买得起上等酒啊，就可以坐在里面凳子上面喝。哎，转过来，转过来。哎，买中等酒，站在里面喝。要是只喝下等酒嘛，只能买完以后站在外面喝了。嗨，你这哪是规矩啊，施主？你这分明就是歧视。什么叫歧视啊？这儿就是这儿的规矩。要不别的店喝去。得，谁让我还想喝酒？来，店主，那这样吧，我要4等酒。什么？4等酒？搞什么搞？告诉你，没有4等酒，只有3等酒。一看你这样就知道你是想喝酒又买不起酒的臭和尚。给我滚！别站在这里给我捣乱！哎，你，老板，你不要急嘛。
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变通的。我说的4等酒就是3等酒1两，再加1两的水。你看啊，3等酒你卖20文，那4等酒你卖10文怎么样？你这不是脱裤子放屁，找麻烦吗？找不找麻烦你不用管啊。施主，施主，什么事？谁想喝酒但没有钱的，请过来，来，都过来。你们都想喝酒啊？我请你们喝，但我只能请你们喝4等酒，好不好？4等酒也行啊，好，也行，4等酒也行。差不多了，拿去吧。有钱不赚猪头山。好，4等酒就4等酒。哼。不客气，大家都喝好啊，喝好。不客气。哎，你这个和尚不讲道理啊！怎么能够躺在我的椅子上喝酒呢？哎，这不是你们酒店的规矩吗？我店里什么时候有这种规矩啊？哎呦，来，你过来，来蹲下。你刚才说买1等酒进里面喝，对不对？转过来。买2等酒在里面站着喝，对不对？转过来。买3等酒在外面喝，对不对？我问你，买4等酒在哪儿喝？各位施主，买4等酒是不是该在外面的椅子上躺着喝呀？哎呀，大家都可以，来，大家都可以啊！你不要这样，买了4干什么？你们都可以啊！对啊，哪儿有酒的都可以上去坐啊！干什么你们啊？这么喝呀？让我坐坐。走开！搞什么嘛？你走开啊！你上去的啊！来，干杯！大家干杯！气死我了呀！你们不像话呀！大家都别急。哎呀，还让不让我开店了呀？好酒喝！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儿的。走，跟你老婆回家。不去。什么？哎呀，疼！哎呀！问云儿如何看见你，晚风儿如何听见你，你站在过去太阳里，照亮我的心底，问过去幸福的距离，问明天心情何似，你留在今天的水滴，滋润我的哭泣。盛开的翅膀，带我去飞翔，观自在看花，心在歌唱，鲜花的绽放，淹没了迷茫，很想